OK，这只是一个打样吧。我准备开始录视频，记录一下我的近几年经历过的事儿吧。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需要调试一下我的设备。比如说我手上这台 Insta360，因为它是一个全景相机，角度非常广，所以我需要测试一下我这个镜头距离我多远，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记录的效果。OK，然后我这边有一个卷尺，现在的距离是差不多50厘米，我再试一下30厘米，30厘米那就差不多是这么个距离，不能太30厘米不能太近了啊，这太近就很奇怪。我是70厘米有点远，那如果说是去室外录视频的话，这个距离也挺奇怪的。我感觉50厘米是一个至少从周围第三者视角来看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距离吧。50、30，这个是40、40，OK，看一下最终效果。趁着出来洗衣，现在在街边的一个洗衣房。那这种场景呢，大家在日剧啊那种片子里面，大家都看过这样的场景，对吧？我的衣服我在烘干，所以说可能还有10分钟左右，就简单录一下我接下来的话题吧。说一下我为什么要开这个频道呢？一开始，当年我从中国大陆出来之前，也有朋友说，让我开个 YouTube 频道，记录一下我这么一个人生吧。当时失业了很久嘛，就也没有说有这个动力去做这件事情。一方面，我自己其实并不太擅长去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另外一方面，我是擅长拍照片、拍风光摄影，很少去录这些视频，尤其是拍自己。我拍风光摄影，我都很少拍自己，所以我并不是一个爱表现自己、表达自己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我来说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现在其实我在日本待了1年，其实我也跟很多朋友，包括现实的，包括国内的朋友去，也不时的输出一些观点吧，各方面的都有。所以我想把我这个跟朋友输出的观点的这个心态和说话习惯也记录一下吧。我觉得说不定哪一天再回顾一下自己的这些过往，可能以前我是认知是多么的这个狭隘，在我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才发现啊，那时候还挺幼稚的。我希望有这么一个记录的过程。再有一个就是我从国内过来一直到现在，包括将来的这个计划，我自己都感觉过了好久，简直像做梦一样，就是那么的不真实。包括我现在坐在这里，一个洗衣房，一个日本时代的一个洗衣房里面，就觉得特别的不真实。我仍然没有缓过劲儿来，虽然说已经过了1年了，但是人仍然是要往前走的嘛。没有人想过得越来越不好，都想过得越来越好。我试着，假如面前有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聊天，我试着带入这种感觉，就是我正好我感觉像在跟一个朋友聊天一样，去讲述自己的一些故事啊，输出一些自己的观点。尽管可能自己并不擅长这一点，但是我还是愿意去分享的。首先说一下当年我出国的这个背景吧。当年我其实，在2021年的12月17号，然后是上一家国内最后一家公司的这个 last day，当时是做一个高级前端开发工程师，在广州。那时候我们公司母公司是地产行业，具体哪个地产就不说了。地产行业这几年国内的这个遭受的铁拳已经非常多了，这个我就不用解释了吧。那除了地产之外，国内其实很多行业都遭受了打击。
我当年猜测，就是因为正好前面有一个2020年有一个第7次人口普查，七普，七普之后呢，就20年七普，我21年才发布了这个数据。当然，这个数据我们都不知道完整的数据。那其实，但是我们都知道一点，就是这个数据会很难看，难看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出生率严重下滑，大家都别说生娃了，连结婚都不想结。那出生率下降就导致什么呢？反正中国这个氛围就是变成一个很极端的情况，就是大家都会探究为什么不结婚，为什么不生娃，就会指向那些阻碍结婚、阻碍生娃的那些行业。于是乎，2021年开始，各种国家政策、各种铁拳一一砸向这些行业，房地产首当其冲，其次是互联网、教育、游戏。时至今日，疫情过后，我们再看这些行业，那你看房地产已经浮起来了，就你不能倒。我觉得怎么说呢，就也是非常打脸的一个行为，就是这政策朝令夕改。但是国内其他的行业，什么互联网啊、游戏啊，都还是半死不活的状态。那前段时间不是刚刚又小程序什么的也需要备案了。我作为一个开发者，我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是什么，这意味着什么。当年我也是从前几年那个时候做个人网站啊，那时候流行什么 BBS 的聊天室，而且还有个人网站、个人主页，那叫 homepage。我们都那个时候都以自己拥有自己的个人这个域名的一个网站啊为荣。那时候是这样的，大家出来混，就出来上网的人都很硬核，就每个人都非常全能，一个人搞定整个网站那种。所以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就是千禧年左右吧。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05年左右吧，还是04年左右，具体不太记得了。反正我那个个人网站的域名就需要求开始备案，那个个人的是备案，如果是公司企业的你要盈利的 CP 许可证，个人就是 ICP 备案。我记得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起。那个时候开始起，那时候我自己的域名还是 .com 的这个国际顶级域名吧，那时候也不是在国内买的，我已经忘记是在哪儿买了。但是服务器是在上海买的，也不是买的吧，就是租的，其实也不贵，一年可能也就个大几百。大几百呢，有时候就其实也没有放太敏感的内容啊，放一些自己的 blog 呀、有的文章啊，每天的碎碎念啊，就跟我现在这个vlog 的分享内容差不多。既然开始备案了，我们就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当时备案其实不复杂，就去到一个什么一个 government.cn 的这个网站，去填写相关自己的这个域名啊、经营范围啊，还有你所在地在哪儿啊。如果你所在地是上海，那就是个什么，会给你发一个 who ICP 备，串数字多少号。这个今天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国内的每一个网站下面都会有类似的这些编号啊什么的。当时觉得挺牛逼的，就是好像自己就是拿了这个备案号往自己的个人主页下面一放，就觉得自己是良民了，正规军了。当时自己啥也不知道呀，也非常热衷于去做这件事情。好吧，那后面十几年过去了，从05年到今天23年，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看到这个备案，今天我们知道备案意味着什么。好的，我这个衣服已经洗完了，回到房间里继续说一下我为什么会来日本。疫情前其实我来日本玩的次数挺多的，从17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春节，最后一次来日本玩，总共前前后后来了有8次，其中最夸张的一次，一年来了4次日本玩，基本上有了 JR Pass，从北到南的这个新干线我都坐了。那来日本玩的次数多了之后，那时候不会日语嘛，就想学一下，省得下次我再来日本玩，我不想用我的半吊子英语去祸害日本人，我也不希望日本人用半吊子的英语祸害我，所以我就趁着没事儿，业余时间去自学了日语。
那个时候是2020年的1月8号，我开始自学日语。从学日语到现在，我其实没花什么钱自学，下了个 APP 叫，我就不打广告了，通过 APP 自学。自学之后呢，2021年的12月份，也就是我失业的那一个月，我去考 GRPT 日本语能力考试。那这个成绩好像是3月份才出来，告诉我通过了。我当时报的是 N3，2年时间考了个 N3出来，自学，通过业余时间去，我觉得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吧。但是当时没有说我学日语是为了来工作或者说怎么样的，当时没有想过这一层。但是恰恰是因为我学过日语，才为后面的失业的我给了一根救命稻草吧。反正我那个时候国内看了很多城市，很多行业，一线城市也有，二三四线城市都有，甚至也求过一些前同事朋友，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国内的这个经济形势突然之间变得很不好。像我们这个招聘的大龄这种歧视，35岁，对吧？35岁以上的就很难很难很难。再加上我那个时候已经38了，中间又有5、6年的做纯管理的这个经历，5、6年没有写过代码。但是自己其实有重新想去回归写代码的这个行动吧，所以最后1、2年都是在去做纯写代码的工作。我当时找了广州、深圳、上海、无锡、洛阳，我甚至抽空去了趟东北，我去哈尔滨找另外一个朋友就聊。我当然也不全是为了去找工作的，就跟当地的这个朋友去了解国内现在这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经过多方面的去考察，我发现一个事实的现象，就是中国除了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杭州我不知道，除了北上广深之外，甚至包括无锡都存在着大量的单休的情况，就是一个星期只休息一天，甚至是或者说是只休息1天半，你周六得来半天或者是一天这个样子。就可能我太在那种双休的公司待惯了，我还是不太能接受这一点，当时也没有去接受。再一个就是可能自己仍然想去找更好的机会吧，正好那个时候日本是有一个派遣的机会吧。其实派遣的机会挺多的，包括现在你去看知乎啊、小红书啊，这些国内的这些社交平台上都会有一大堆日本 IT 派遣的这个营业，去各种骗人过来日本做 IT。以后有机会我们细聊这件事儿。反正我是通过这个渠道来到了日本。当时我来之前，其实我因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我选择了 IT 派遣，但是我非常知道 IT 派遣是个什么样子。但是我没来，我其实已经知道了。来之前我就已经给自己设立好目标，就是这就是一个跳板，甚至日本就是一个跳板。因为日本其实 IT 的环境放在全世界都挺奇葩的，这个也以后有机会再聊。总之我是过来日本了，过来日本之后，我捏着鼻子在这个 IT 的这个派遣现场做了1年，当中换过一次现场。就是以我的这个经验还有水平来讲，现场还是有的，只不过因为我的日语没有那么好，日语没有那么好。当时营业也说了，哎呀，你可以找英语的现场。那其实你现在来看，其实很少很少很少，真的很少。还可以再宅，但是再宅前提是你的语言要够好，你才可以有机会再宅。你语言不好的话，那种再宅你是想都不用想的。那现在1年之后，到今天这个节点，我其实准备准备二润。前段时间一直在看，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当中去比较吧。那现在基本上选择了加拿大。至于这当中的这个心态，还有比较的这个方式，
好，我有机会再去跟大家讲，跟大家分享。OK，我现在是已经辞职了，基本上下个月我就再次失去了工作。我为什么辞职呢？就我刚刚说的，我一开始就是把 IT 派遣作为一个跳板，或者是把日本当做一个跳板。我现在做的任何努力和转变，都是为了能更快速度的去存钱。一个是为了扭转我的财务状况，另外一个就是为我的二润做准备吧。这个有机会我也会向大家去分享我的这个计划。未来的话，我可能我会向大家，我会向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会选择加拿大。这个跟我个人的情况有关系。我觉得加拿大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因为我对把父母接出来共同生活、长期生活是有强需求的，这个是刚需。所以说日本可能我研究了，我问了各种人，包括拿永住的朋友，拿入了籍的朋友，日本的这个移民，它就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在日本几乎是无解的，就是把父母接过来长期居住，并且拿身份，并且还享受当地的这个医疗，这个几乎是无解的。但是加拿大可能还是有可以操作的，当然不止这一点了。我要离开日本，选择加拿大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吧，这个也是以后跟大家慢慢分享。我从中国大陆来到日本这的期间，其实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还在广州等待日本的这个签证在留资格认定，在到日本上班的这一段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事情，也就是我遭遇了杀猪盘的诈骗，这当中损失了250多万人民币。有一部分是自己的，有一部分是借朋友的，有一部分是借银行啊，借这个机构的。反正自从经历了这个杀猪盘的诈骗之后，我的现在已经是经历了这个消费降级，我现在也在努力的去扭转自己的这个财务状况，怨不得别人。当时其实我也非常人生低谷吧，没有比这个更低了，甚至已经马里亚纳海沟了。真的，这个遗书都已经写好了。其实当时是告诉了我父亲，我母亲没有告诉我这个细节，以后有机会我会向大家去分享。这次只是个引子，我先开个头吧，因为其实我埋的坑一开始就埋太多坑，好像也不太好。以后有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如果大家对我的这个我能分享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如果大家有想问的，也欢迎提问，包括日本的 IT 派遣，还有移民，还有一些杀猪盘的鉴定，还有就是甚至是包括编程的这个请教吧，都可以。那我们先这样吧，欢迎大家点赞、转发、关注，谢谢。